电钻响，黄金万两。大家好，我是安如小米。这是客户网购的一台淋冷水燃气热水器。客户反映启动几秒钟，然后就报警就停了。我们先把水阀关了，拆了看一下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水管的蛇形走位啊，中间加了一个 S 阀。这第一时间呢把我都整懵了，差点没把它捋清楚。像这种新机器燃烧几秒钟，然后出现报警，往往都是角阀的水流量不够，循环泵受影响。把这3个角阀呢全部都拆掉，然后水管重新做一下，这一次给它做漂亮一点。客户家水管做的是大循环，如果不是做大循环的话，那个 S 阀我们就要装在卫生间的末端。现在水也放的差不多了，本来是想挑战一下我的肺活量，这个大循环的水管，看看能不能从另一个水管把水吹出来，结果失败了，吹得我脑子缺氧。传说中的胶垫，今天终于遇到一个。经常发视频呢，有人会问，你们为什么都不用那种胶垫的？那不是很省事儿吗？胶垫塞进去，角阀往上一装，都不用考虑缠丝料带，缠多了缠少了，缠多了拧不进去，缠少了还漏水。那胶垫它不香吗？说实话，那东西还真没用过，就是帮别的师傅处理过问题，漏水拆出来就是胶垫，所以引以为戒，不敢用啊。这一次我们给客户换成了大流量的球阀，为了不给客户家增加多余的费用啊，客户的 S 阀还得用上，水管能用的尽量都用，不能用那没办法，重新做。业主花几千块钱买的热水器，绝对不能因为这几根蛇形走位的水管降低了它的档次呀。俗话说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波纹管这个东西啊，其实好处理，我也有那个切刀，也有那个打波器。这一次把水管给它切短，把 S 阀呢直接固定在上面，尽量走的美观一点嘛。之前水管能走成那个样子，那说白了就是买的那种30的或者40的那种整体的水管，那没地方去呀，只能是窝过来窝过去，走出来还难看。既然我们走上了安装的这条路，其实这些小工具呢都是必备的，毕竟也花不了多少钱嘛。而且一套工具的话，你只要不丢，能用个几年是妥妥的没问题。这次把大循环的进水管和出水管调了一下位置。热水器输出的热水管这个比较长一点，要重新给它做一节管了。波纹管现在在我们家装领域呢，其实应用的比较广泛啊。最早之前像这种管全部都是做的 PPR 热熔管，现在有一些厂家呢还是要求要 PPR 热熔管，其实波纹管的话是比较方便省事儿的。用波纹管呢，我们干活的效率呢也更高。水管走完了，这是我能想到走出来最好的效果了。大家有什么高招呢？也可以分享一下。接好了之后呢，我们现在开水试水测试。客户家用热水的地方呢是2个卫生间，1个厨房。客户买淋冷水这个机器呢，就是要实现一个即用即热的这种感觉。淋冷水以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呢，是有形的，确实省了水了，但是同时它也浪费了燃气。那燃气似乎是无形的，因为那个表的数字啊没人留意和观察，大家觉得呢？